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却暗藏重大健康危机的问题——霉菌。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面包、水果或饭菜放久了长出绿色或白色的霉斑，为了不浪费，只是切掉发霉的部分，剩下的继续吃。这看似节俭的小动作，其实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为什么专家一再强调，食物只要发霉，千万不能再吃？霉菌到底有多可怕？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哪些食物最容易发霉，霉菌对健康的威胁，以及如何防止我们的体内也长出霉菌，引爆可怕的疾病。生活在台湾这样高温潮湿的环境，霉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梅雨季节来临时，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常常超过80%，加上气温在30度上下，正是霉菌最喜爱的生长条件。你是否发现面包常放不到几天就开始长霉点，即使放进冰箱冷藏，也只是稍微延缓霉菌生长的速度。专家提醒，面包一角发霉，不代表其他部位就安全。肉眼看到的霉斑只是冰山一角，霉菌早已经伸出看不见的菌丝网络，渗透进整片食物。局部切掉霉斑并不能解决问题，剩下的部分其实已经布满霉菌孢子。所以最保险的做法是，一旦发现食物发霉，整份直接丢弃，不要心存侥幸。不止面包，家里许多日常食材都很容易在湿热环境下发霉变质，而霉菌带来的危害绝不仅是食物报废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误食了发霉的食物，轻则可能引起肠胃不适、呕吐、腹泻，重则霉菌产生的毒素会对肝肾等器官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在免疫力低下的人身上，例如血液癌症患者，霉菌感染可能导致致命的败血性休克。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哪些食物特别容易滋生霉菌，好提前防范，避免病从口入。所谓原型食物，是指没有经过过度加工，以天然原貌存在的食物。这类食物营养丰富，但缺乏防腐剂，在潮湿环境中特别容易长霉。以下7种原型食物就是霉菌最爱光顾的对象，你家中如果有，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存。第一种，坚果类，各种坚果如花生、杏仁、腰果、核桃等，含有丰富的油脂和蛋白质，是霉菌生长的绝佳培养基。一旦受潮，坚果很快就会发霉变黄，特别是花生，更是臭名昭著的黄曲霉毒素温床。在高温高湿下，花生表面的黄曲霉菌会产生强烈致癌的黄曲霉毒素，污染整颗花生，肉眼往往无法分辨发霉的坚果。因此，购买散装坚果或花生时，要留意生产日期与保存方式。开封后也务必密封保存，防潮。如果坚果闻起来有哈喇味或怪味，就可能已经变质，千万别再食用。第二种，全谷杂粮，糙米、玉米、小麦、高粱等全谷类以及各式杂粮，因富含淀粉含水分低，在干燥情况下可长期保存，但只要环境湿度偏高或保存不当，它们极易在1周内就滋生霉菌。你或许看不到明显的霉斑，却可能已经闻到一股霉味。特别是玉米和稻米，从田间收获储存到家庭保存，一旦受潮发霉，也会产生黄曲霉毒素等霉菌毒素，而且这类毒素往往无色无味，不像坏掉的食物那样容易察觉。因此，我们储存米粮时要格外小心，买回的米最好分装成小包，并置于阴凉干燥处，必要时可以冷藏保存，以延长保鲜期。烹煮前也可以仔细闻一闻米粒是否有异味，如有霉味就不要再吃了。第三种，豆类食材，黄豆、红豆、绿豆、黑豆等各种豆类，以及用豆类制成的干货，例如黄豆制的豆干、大豆制的豆皮，都是霉菌偏爱的食物。豆类富含植物蛋白，稍有潮气就会发霉长毛，有些家庭会囤积很多干豆，放久了打开，可能发现里头已经结块、生虫，甚至发霉。还有用豆类制成的年糕、豆饼，如果水分含量高，更容易发酵发霉。建议豆类食材买回后密封冷藏保存，尤其在夏季梅雨时节，储存时间过久的豆子，在烹煮前要淘洗、挑拣，发现有发黑、发灰或长毛的豆粒，一律丢弃，不要心疼。第四种，各式干货与中药材，
所谓南北干货，指的是各种干燥食材，例如干香菇、木耳、干贝、虾米、紫菜、茶叶，以及中药材如枸杞、人参、当归、香料、药草等。这些东西虽然干燥，但如果保存环境不够干爽或容器没有密封，时间一长非常容易受潮发霉。你也许见过干香菇表面长出一层白色绒毛，或者干海产出现斑点，那就是霉菌在肆虐的迹象。中药材发霉更是常见问题，许多阿公阿妈存放的药材如甘、桂圆、红枣、甘草，一旦受潮就坏掉了。有些人误以为把发霉的部分洗一洗、晒一晒还能用，事实上霉菌毒素是耐高温的，单凭日晒或清水无法去除。对付干货和药材的办法是定期检查，少量购买，密封防潮。已经变色有异味的干货宁可丢弃不要食用。第5种，辛香料。许多家庭厨房里都有香辛料罐子，例如胡椒粉、辣椒粉、五香粉、咖喱粉、八角、花椒等等。这些调味料本身也是植物的干燥粉末或种子，在潮湿环境下极易受霉菌污染。你是否注意过，放久的胡椒粉会结块，辣椒粉颜色变暗，那很可能就是受潮发霉所致。辛香料发霉后不仅风味丧失，还可能产生对肝肾有害的霉菌代谢物。建议这类香料买小包装的为佳，开封后确实封紧，放置阴凉干燥处。如果一次用不完，超过保存期限或闻起来味道怪异，就赶快更新，不要舍不得丢。第6种，咖啡豆。咖啡爱好者可能不知道，您珍藏的咖啡豆其实也会长霉菌。咖啡豆和咖啡粉都属于农产品，从种植、发酵、烘焙到储存，每个环节都可能受到霉菌污染。其中一种叫赭曲霉毒素的霉菌毒素就常见于保存不当的咖啡豆、可可豆上。这类毒素对肾脏和肝脏有害，咖啡豆若受潮，表面甚至可能长出肉眼可见的霉斑或粉尘。一些品质不佳的咖啡豆在烘焙前就带有霉菌孢子，烘焙高温虽然可以杀死霉菌，但毒素可能残留。因此，买咖啡豆一定要认明可靠厂牌，保存时避免受潮。开封后的咖啡豆建议尽快在几周内用完，或分装冷冻保存，以降低发霉风险。同样的道理，茶叶和可可粉也需要防潮，否则容易发霉变质。第7种，罐头及瓶装食品。也许你会惊讶，罐头食品也会发霉吗？其实未开封的商业无菌罐头在有效期内不会发霉，但一旦开封后的罐头或瓶装食物，如果酱、花生酱、酱菜等没有冷藏保存，就很容易在表面长出霉菌。例如果酱开盖后沾到面包屑，再盖起来放几天就可能生霉。开过的罐头竹笋若放在室温，很快就发霉变味。因此任何开封后的罐头食品都应该尽早使用完毕，没用完的务必冷藏，而且取用时使用干净干燥的器具，避免将其他食物残渣或水分带进容器里。只要发现瓶壁或表面有可疑的白色、绿色绒毛状物，就是霉菌在繁殖。千万不要再食用刮掉上面一层之类的部分，一律丢弃，以免霉菌毒素下肚。以上这7大类食物是最容易成为霉菌温床的高危险族群。它们的共通点是营养丰富，但缺乏防腐措施。只要环境适合霉菌生长，就难逃发霉的命运。我们日常一定要做好这些食物的保存工作，尽量保持干燥、低温、密封。同时购买时不要贪多，以免囤放过久，提高变质风险。记住，任何食物只要出现一点发霉迹象，就算其他部分看起来还好，也不要再吃，因为肉眼看不到的菌丝早已经深入食物内部，继续吃等于把霉菌整个吃进肚子。也许有些人会想，吃到一点霉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答案是肯定的。霉菌对健康的威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首先，霉菌毒素是极强的致癌物质。刚才提到的黄曲霉毒素就是一个可怕的例子，它是黄曲霉菌产生的代谢物，常存在于发霉的花生、玉米等粮食中。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黄曲霉毒素列为1级致癌物，也就是对人体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黄曲霉毒素对肝脏的破坏力惊人，长期摄入会导致肝细胞变性坏死，
诱发慢性肝炎、肝硬化，最终大大增加肝癌风险。它的毒性有多强呢？科学家估计，黄曲霉毒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只要摄入几十微克，这么一丁点，就可能危害健康。更可怕的是，黄曲霉毒素还耐高温，一般的烹煮杀菌温度根本无法将其破坏，必须加热到摄氏260度以上，才能一定程度分解毒性。但我们做菜哪有可能到那么高的温度？因此，一旦食物受黄曲霉毒素污染，你几乎无计可施，只能避免吃到肚里。除了黄曲霉毒素，霉菌家族还有其他剧毒武器，例如前面提到的赭曲霉毒素 A， 主要影响肾脏功能。青霉菌产生的展青霉素会破坏肠道，伤害肾脏。水果发霉常见的棒曲霉素，又称菊霉素，对肠胃有强烈刺激作用，可能引起呕吐、头痛。此外，霉菌引起的急性感染也不容小觑。吃了大量发霉变质的食物，可能导致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在极端情况下，霉菌进入血液引发败血症，会造成多重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医生特别警告老年人，不要因节俭舍不得丢发霉的食物。年长者本身肠胃功能和免疫力较弱，霉菌毒素在体内累积更容易出大问题。曾有肾脏科医师分享案例，一位老先生长期吃发霉的自制豆酱，结果引发严重的肝肾损伤，最后不幸诱发肝癌。这种悲剧本可避免，只因一时大意酿成。霉菌对人体的伤害不仅局限在消化道，呼吸道也是霉菌入侵人体的重要途径。台湾梅雨季时，室内墙壁、浴室天花板常发霉，空气中弥漫大量霉菌孢子。如果我们吸入这些霉菌孢子，可能引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对敏感体质的人尤其危险。更可怕的是，一些霉菌孢子吸入肺部后会生根发芽，造成肺部的真菌感染。例如，曲霉菌吸入后可引起肺曲霉病，形成肺部真菌球，严重时咳血、呼吸困难。还有一种酵母菌类的霉菌念珠菌，平时存在于我们口腔咽喉，但免疫力低时会过度生长，引起口腔念珠菌症，甚至可能顺着血液跑到全身。最令人胆寒的是，霉菌如果跑到中枢神经系统，后果更加严重。有专家形容，霉菌孢子一旦在脑中发芽，可能导致脑膜炎、脑脓肿等感染，出现记忆力衰退、认知功能下降等症状。表面看似失智，其实祸根是脑中的霉菌感染。当然，这类情况多半发生在免疫功能严重低下的患者，例如艾滋病未治疗者或器官移植后服用免疫抑制剂者。但这提醒我们，霉菌绝不是无害的小东西，它在特定条件下会变成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谈到这里，你或许会好奇，难道我们的体内也会发霉吗？一般来说，健康人的免疫系统会压制体内霉菌的过度生长。我们肠道、皮肤、口腔其实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真菌。霉菌属于真菌，但它们与人体和平共存，不致病。然而，近年来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在多种人类癌症组织中竟然检测到霉菌 DNA 的存在。换句话说，许多癌症肿瘤里头藏着霉菌的踪影。2022年发表在权威期刊《细胞》上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受测的35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样本中，都找到了霉菌的基因片段，涵盖范围之广，从乳癌、肺癌、肝癌、胰脏癌、卵巢癌、大肠癌到皮肤的黑色素瘤等多种常见癌症皆未能幸免。这意味着什么呢？科学家推测，霉菌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癌症的发生或发展。过去我们熟知黄曲霉毒素会导致肝癌，现在证据显示，霉菌可能不只是通过毒素间接致癌，某些霉菌甚至可能寄生在肿瘤微环境中，和癌细胞共生，进一步影响病程。比如，在胰脏癌组织中就发现了一种皮肤霉菌的 DNA， 在乳癌和肺癌中则常见到念珠菌或其他真菌的踪迹。这些霉菌与癌细胞共处一室，还会和附近的细菌一起互动，改变肿瘤的免疫环境。霉菌的存在可能使肿瘤更具侵袭性，也可能干扰治疗的效果。虽然目前科学界还在调查霉菌是癌症的元凶还是伴生者，但可以确定的是，霉菌在我们体内绝对不是善茬儿。
其带来的健康隐患比我们以为的更深更广。想象一下，一个身体长期被霉菌侵袭的人，可能会有哪些慢性症状？慢性发炎、免疫力下降、反复的肠胃不适、疲倦乏力、脑雾等等，都可能和所谓体内霉菌过度增生有关。如果我们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让身体内外都充斥着霉菌，那么久而久之，霉菌就像在人体这堵墙上发霉一般，诱发各种慢性病甚至癌症。所以有人戏称某些现代人的亚健康状态就是身体发霉了。这话虽然夸张，却指出一个关键，防霉也许就是防癌防慢病的重要一步。听了这么多，你可能开始担心，难道霉菌如此无孔不入，难以防范吗？其实不用过度恐慌，只要掌握正确的观念和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将霉菌对健康的威胁降到最低。首先，针对食物发霉，我们要牢记几个原则：一、发霉立即丢，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别相信什么把霉菌部分挖掉就好的偏方。霉菌看不见的菌丝已经深入，那些没有变色的部分也可能含有毒素，与其冒着中毒致癌的风险，不如损失一点食物成本。还有，定期检查家中的粮食干货，把那些存放太久的旧食材清理掉，尤其梅雨季和夏季高温潮湿时，更要勤快检视米桶、面包箱、冰箱角落，发现可疑的发霉迹象，立即处置。环境除湿也是防霉的关键，家中保持通风干燥，有条件的话，使用除湿机或冷气除湿功能，将室内湿度控制在 60% 以下，霉菌就不易滋生。厨房、浴室是霉菌最爱的角落，要特别注意清洁和干燥。瓦斯桶间、流理台下的橱柜常常暗湿不透气，可以定期打开通风或放置干燥剂。不要让残羹剩饭在室温下放太久，饭菜最好煮多少吃多少，吃不完的尽快冷藏。冰箱也不是万能防霉箱，许多食物放冰箱只是延迟变质，但并不能杀死霉菌孢子，所以冷藏食品也要在保存期内尽早吃掉，别在冰箱养霉。再来，饮食习惯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不利于霉菌生长。霉菌和酵母喜欢的食物是糖分与精致淀粉。当我们摄入大量含糖饮料、蛋糕、白面包等高糖、高精致碳水，肠道内的念珠菌等真菌会获得丰富的养分，繁殖得更加欢快。相反地，如果我们降低糖分摄取，多吃原型食物中的蔬菜蛋白质、好油脂，霉菌在体内就不容易喂养起来。例如，有营养师建议要少吃甜食，多摄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来增强身体对霉菌的抵抗力。听起来很意外吗？其实道理很简单，人体细胞需要均衡营养来维持免疫功能，而霉菌最爱的是糖。我们少给霉菌喜欢的东西，它们就难以泛滥成灾。具体怎么做呢？可以遵循以下原则调整饮食：戒掉高糖饮食，减少含糖饮料、点心蛋糕、糖果等摄取，也不要过量饮酒，酒精代谢也会转化为糖分，血糖水平平稳，霉菌便失去了最主要的养分来源。多吃蔬菜与富含纤维的食物，特别是深色叶菜和十字花科蔬菜，如高丽菜、青花椰、白菜等。这些蔬菜富含维生素和植化素，有助于肝脏解毒。膳食纤维则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将霉菌毒素更快排出体外。不仅如此，蔬菜中的多酚、类黄酮等物质还具有抑制霉菌的作用，可谓一举多得。摄取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例如深海鱼、鸡蛋、草饲牛肉等提供蛋白质，初榨橄榄油、酪梨、坚果提供好油脂。还有一项出乎意料的食物奶油，在适量食用的情况下，对抗霉菌竟然是友善的。特别是草饲奶油富含共轭亚麻油酸和丁酸等成分，有助于肠道健康。许多人过去认为奶油不健康，但其实一小块纯奶油不含糖分，反而能增加饱足感，减少对甜食的渴望，间接起到抑制体内霉菌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是叫大家狂吃奶油，而是提示我们不要过度恐脂肪。在抗霉菌上，糖比油更可怕。善用天然的抗霉菌食材，大自然提供了许多天然的抗菌剂，例如大蒜中的大蒜素就是广谱的抗真菌成分，
可以抑制念珠菌生长。姜黄含有姜黄素，具抗发炎和护肝作用，对抗霉菌毒素对肝脏的伤害有帮助。肉桂、丁香等香料的精油成分也被证实有抗霉菌效果。在日常烹调中适当加入大蒜、姜黄粉、肉桂等，不仅增添风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抗体内外的霉菌，培养良好的肠道菌丛。我们的肠道里有一群和霉菌争夺地盘的好伙伴益生菌。多吃发酵食品如优格、味噌、德式酸菜，或直接补充含益生菌的保健食品，可以增加好菌的数量，抑制霉菌在肠道过度增生。益生菌强大了，念珠菌就不容易贴着肠壁作怪，引发感染或渗漏。保持肠道菌相平衡，等于间接巩固了我们身体的防霉防线。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及时就医。如果不小心吃了发霉的食物，短期内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头痛或腹泻症状，应该尽速就医，说明可能误食霉菌毒素，好让医生采取解毒等对症处置。如果平时反复出现不明原因的过敏、咳嗽、肚子痛，甚至神志不清，也别忘了让医生评估是否和霉菌感染有关，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才能避免小霉菌酿成大祸。霉菌虽小，危害却大。我们每日其实都在和霉菌进行一场秘密战争。环境潮湿与否、饮食干净与否、生活习惯健康与否，都决定了这场战争我们是胜是败。千万别让自己的身体变成霉菌滋生的温床，更不要给霉菌可乘之机去侵蚀我们的健康。一块发霉的面包可能诱发一次肠胃炎，一撮霉变的花生更可能在体内埋下癌变的种子。好在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霉菌的可怕之处和防范之道，就请从今天开始检视一下厨房和冰箱是不是还有哪罐发了霉的酱料，哪包放太久的坚果。与其冒着风险将它们吃下肚，不如当机立断把它们清理掉，同时也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和居家环境，让霉菌无处藏身。有人说，第7次大型灭绝事件可能是人类自己引来的，而霉菌会是那背后的黑手之一。这当然有些夸张的想象，但至少在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聪明的选择来拒绝霉菌的侵扰。当你守护好了自己的食品安全和生活环境，你就等于为自己的健康上了一道保险。希望我们都能远离霉菌带来的阴影，健健康康的享受每一天。记住，防霉就是防癌、防病、保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行动，不给霉菌留机会，守护自己的身体，不发霉吧。